Hello， 大家好，跟着大师学水彩。麦克索诺维耶夫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水彩画家，他的作品轻盈透明，色彩亮丽，被称为阳光水彩画家。我很喜欢他的画，也因为他是一位活跃的加拿大水彩画家而感到自豪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这里是一张法国古镇马尔萨纳的照片，我们将试着分几步来完成它，快速地完成它。好吧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我之所以能做出这些干刷，同时又可以慢慢地衔接颜色而不着急，秘诀就是背面湿表法。麦克经常要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把水彩纸的背面用水打湿，经过一遍又一遍刷水，纸张背面已充分湿润，而正面则相对干燥，然后用干刷排干空气，再用胶带粘贴固定。由于正面仍然干燥，可以做出干刷的效果，而内里湿润，湿洗的颜色也能很好的相融。我现在只是画亮部，慢慢从上面画下来。我会示范一个技巧，做出这个古墙的质感的技巧。我改变一些颜色，原先只是奎亚定通赭石，现在我加入一些钴蓝，让它变得更有趣。我用负空间的画法让这几个小汽车凸显出来。再来说说湿表法，如果你打算只是用湿碰湿，而不是干刷，像这里的效果，那么你只需要到处刷上水，在所有你需要的地方。但如果你想做干刷效果，或者画一幅超过15分钟的作品，那么你可以把背面打湿，而一幅10到15分钟的速写，则并不需要你弄湿纸的背面。这取决于你的作品类型。我要让这个墙面更生动一些，有一些冷暖颜色的变化。那么用什么技巧来表现这个墙的古旧的质感？我用手指蘸一些清水，这样洒一些，或者用颜料像这样滴溅上去。由于都是湿的，它们会互相融合，显现古墙的效果。在等待它们融合的时候，我可以来画这些汽车。通常我会把它们都连接起来，影子到影子，亮部到亮部。加一点暖色的反光，我会给它时间，让水去融合两个颜色，而不是我。这里有一棵漂亮的小树，我的调色板上好像只有一个绿色，蓝绿色。这个阳光下的小树是一个偏暖的绿，所以我混入奎亚定通金黄，让它看起来是一个漂亮的阳光下的绿色。这里刚才做的那些滴溅几乎都看不到了，所以我还得回去再做一些。另外，我用清洗的方法去掉一些颜料，在墙面上做出一些亮部，来对建筑做一些区分。
麦克在他的水彩画中大量使用刷洗的方法，有时候也可以叫做破边法。在我的大师课这个系列的第一个影片中，也展示得淋漓尽致。可以看到，破边法不仅可以模糊边界、洗淡柔化边缘，或者渐变过渡相邻的两个颜色，甚至可以让两个颜色衔接得更好，也可以明确边界、提亮高光。它不仅让控水变得更容易，而且让色相和明度的变化可以在一次剥涂层中完成，从而让水彩画变得更透明。我喜欢这个遮阳伞下面的阴影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重点，可以帮助我表现这里的光影效果。我最后撒一点颜色进来，再撒一点水，这样我就创造了一种很古老的肌理，而不是一个平刷出来的墙。湿表法确实延长了更多让纸湿润的时间，但也会让颜料持续扩散，甚至让一些你想要的效果跑掉。看看麦克会怎么做。我用吹风机稍稍吹干一点表面，因为表面的颜料跑得太快了，我得阻止它。现在的纸是比较湿的，如果你想保留一些效果，或者做一些干刷，稍稍吹干表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目前我们只做了亮部，在接下去做暗部之前，我想先完成这棵小树。好吧，是时候来关注左面这一大片阴影了，它包含了很多东西。顺利的话，我们就能把整幅画连接起来了。关于清洗法，或者叫破边法，那是一个技术，它不仅跟颜料和纸有关，也跟刷子有关。就比如我也有这种刷子，像大多数刷子一样，它太软了，而我这个刷子就比较硬，这样我才可以用更大的力去做清洗。还有与颜料的染色度有关。易染色颜料很快深入纸纤维中，所以很难洗掉，而不染色颜料则很容易洗掉。现在纸的背面仍然是很湿的，但表面在慢慢变干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现在能保留这些边界、这些形状。我也可以重新开始做干刷效果了。确实，现在纸张的湿润度处于极佳的状态，里湿外干。既可以做干刷效果，又可以让不同的颜色之间很好的融合，既能固定边缘，也能得到朦胧的大色块。不得不说，湿表法加破边法是麦克教给我们的一套高级组合拳。麦克在他的湿碰干的画法中也常常使用破边法，但与湿表法结合以后，控水这一水彩画的大难题立刻就变得容易了。纸张保持湿润的时间更长，意味着我们能做的事更多，所以就不用反复刷水，一层又一层的做，因此水彩画也变得更透明了。现在我加进来一些暖色，这是来自对面那堵墙的反光，温暖的阳光的反射。现在我用一个很黑的颜色来画影子，做出强烈的对比。我会留很多白给地面，这样让我聚焦在这些影子上，从而使光和影变得更有趣生动。麦克接受过学院派艺术教育，担任过舞台设计师，所以他特别注重光影的表达。他坚信，即便是一堆垃圾，在美丽的灯光下，也能成为一件艺术品。
说到颜料，是的，我不停地在改变我的调色板。比如说2年前我会用很多群青，但现在我已经不用了。我的口味在变，艺术家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寻求改变。我们永远在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，从而发展出新的感觉。我2年前的调色板可能完全不同，这就是生命的进程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现在的调色板，有靛青、比洛紫，这2个都可以用来调出很深的颜色。然后奎亚定瞳赭石和靛蓝可以混合出类似熟褐的颜色。我们现在来做这一侧的阴影，完了我们就要做细节了，之后就完成了。说到中性黑，它在我的调色板上，就在这里，但我从来不会用中性黑来调色，我只是用在那些很黑的地方，例如当我画这些电线，或者一些最黑的点或线的时候才会用它。麦克继续用他的破边法做出这些阴影的变化，不仅有干刷的笔触，同时也有很柔和的颜色衔接，时不时的回来擦洗出一些边界。同平常一样，清晰法带给我们美好的光的感觉。这是钴蓝，一个漂亮的蓝色，来画这里的窗户。我用清晰法来做出这里透视的效果，洗出这条线和这个方向。要画好这些车，只需要画好这些影子，确保它们在正确的位置。麦克很快加上了这些车灯、车窗玻璃等等。目前为止，大的色块连接已经做完，整幅画都填满了，不仅有浅的颜色，也有深的颜色，就仿佛只做了一个薄涂层，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所有明度关系和色彩关系，而纸张仍然是湿湿的。在这片阴影中，我需要更多细节，所以我需要再次使用吹风机。但是不要搞错，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弄干，它还是湿的。我用手碰上去，还是能擦掉颜料，只是让颜料附着得更牢固一些。现在就来添加这些细节，这些树，重点是这些车，它们很重要。只要一个薄涂层，麦克就轻松呈现了一幅充满了阳光和芬芳的优美的水彩画。
OK， 关于光，在我的水彩画中，你知道这是我的主题。我喜欢描写光，我喜欢画街景、风景和肖像，一切都因为光而得以表现。没有光，你什么也看不见。有了光，才会有对比。如果是多云天，一切都变得平淡而无趣；如果是雨天或雾天，那会有其他的趣味。但我更喜欢光，它让一切更醒目、更有趣。光是我永远的主题。好啦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请按赞关注。下次再见喽。